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更稳更清晰的 OPPO Reno 2冠名播出。案情高难度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本节目由美食搭档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美食研究事务所遇上难题，紧急邀请魏侦探前来协助。魏侦探，我们试过多种配方了，还是无法让美食达到极致啊！烤鸭、汉堡、火锅、烧烤，你有百事吗？百事。哦，美食的理想搭配原来是百事可乐。对，美食搭档，探案必备，有百事吗？我是你们的 Captain 何，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Papa 啦。现在呢，我们要把掌声留给我们最终进入钢琴决赛的5位钢琴师：萨金刚、张二富、景邦、白朴。哇！不好了，不好了，真会弹坠海了！哇，那不就是真会弹吗？你看。这里，那块黄色的，就是他那个外套勾的碎片，说明他是从这儿掉下去的。为什么所有人都主动承认自己是凶手？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我杀人了。也可能是我杀的。甄慧弹身上的各种死因，真的都来自在场的5位嫌疑人吗？白朴种的鸡爪粉又出自何人之手呢？景邦为什么会想要得到甄慧弹手中的钥匙？把甄慧弹推下海的萨金刚，还有负责电力维修的张二富，会和真的死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妈妈帕帕拉的身上又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豪华游轮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OPPO Reno 2拍视频超防抖手机，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首先，先梳理一下人物关系。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死者甄慧弹。那么在这里呢，我发现有一个人呢，跟他是有一定的联络的，景邦。他们俩有联手针对一个人，是从小就非常厉害的钢琴天才白朴。同时呢，张二富、萨金刚，我怀疑是他们3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兄弟的关系。另外呢，就有是我的妈妈帕帕拉，她到底跟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目前侦探在第1轮搜证之后是晕的。好，今天我要请我的5位自认为是凶手的玩家来到我们的讨论间，请大家上来吧。我面对你们的心态很复杂，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带着凶手的玩法，都有可能会对我撒谎。所以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先问一下5位，你们有谁在经过第1轮搜证之后，
觉得自己不是凶手的，请告诉我。那我就唱反调，哎，我劲儿又上来了，我还想再弄，还想再干一下。好，又上来。妈咪，你觉得？我本来是比较确认的，但现在不是很确认。二副，你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了，我也是一开始很确认，现在不确定了。但我很享受现在这一刻，头一次玩凶手玩的这么趾高气扬，我杀的。我只希望大家不要在我面前动手，要打出去打，好不好？给船长一个面子。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依次把自己讲到的这些线索，来跟大家分享。我给你的好消息是，今天是萨萨第一个讲。他太喜欢第一个讲。明灯，因为我一旦讲完，其他人真的不用讲。快去吧。欠吧。我发现，在死者的这个椅子旁边找到了一张纸条，有人约过他，晚上10点半，9楼甲板见，不醉不归。有人把他约上去喝酒。我发现，至少目前，死者有这么几种可能的死因，一定会分别对应我们5个人。没错。首先第一，浑身湿漉漉，然后从海里捞上来，这个显然第一个淹死，也就是溺亡。第二种可能，死者的头部有一个钝器敲击伤，在头发里有一些蓝色带着白点的碎屑，这个应该是凶器上面留下的一些。我找到了这个凶器痕迹 ，OK， 是一个音符的讲座。哎，这里有血迹。独一无二的漆，独一无二的景。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先可以拉上一个线，就是砸伤头部是你。第3种可能，死者的双侧手臂前臂的下方，也就是2个手搁在扶手的位置，有严重的灼伤。而且现场呢，我们发现了这个超电流装置，我们检查了一下。里边的这个线圈是发黑的，所以证明他使用过。死者现在我只能看到他胳膊下的2个伤痕，但是是他死了以后烧焦的，还是生前活着的时候被电死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有任何的证据指向昨天有停电什么的吗？有几点钟呢？有人知道吗？就0点30分。0点30分，12点半。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毒，但是这个毒呢，我们经过发现的这个证据，在日落酒吧垃圾桶里，它一个10粒装的瓶子，海洋珍珠丸，药瓶上描写的非常清晰，绿色珍珠状，就是那个不溶于水，瓶子底部有3个字10粒装。这个凶手非常的明目张胆，生怕我们看不见，把这么大个药瓶扔在了垃圾桶里。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可以。噔噔噔，这个珍珠是我在日落酒吧里边的一个水槽里边发现的，而且10颗珍珠完全没有动过，而且上面还粘了一个点餐单，写了房间号8188，就是真会谈的，所以他没有吞进去。但还有一种可能，白有个手绢上面黄不拉几的。但是请注意，在白的房间发现的黄色的迷人的药，有个药哎，那个药只能造成人昏迷24小时，并不致死。所以现在出现了4种杀人手法：电死、淹死、敲死、毒死。
但是我们有5个人，有2个人用一样的方法。我用的手法不一样。我是把他气死的。因为我的钢琴弹得太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想投票了。那个在日落酒吧，我们发现了一本日记，有一个穿黑衣服的、戴着面罩的人，压低声音问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18岁，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在想，这个压低声音的人，如果是我们几个，没必要压低声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如果她是女孩子，她为了不想让人听出来，她故意压低声音。所以妈妈，你在找18岁的孩子吗？妈妈，我也被问了。对，你也被问了吗？每个人都在那个投诉卡上面写了吧？我也写了。妈妈，能问一下你的年龄吗？妈妈，女孩子的年龄怎么可以随便问42？我补充一个很可怕的信息，我也才20岁。哦，恭喜你，就当上了船长。我22岁，还是他的2父。所以我们仨里面你最大呀？我最大。这个就是已婚男艺人的人物设定。紧接着就是我在酒吧旁边有一个淋浴房，里面我找到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属于一个叫客房服务员的人，但是我打不开，因为他需要密码。然后让我感到最奇怪的一个东西，有一个照相馆的告示：10月10号是我们上传的那一天，请选择你的拍照工具去12楼甲板留影。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简单。10月10号，咱们比赛的那个什么呀？比赛的第一时间的留念的大合影啊。还有真，我也在。你有这个照片？对，有照片，我拍到了。好，有真、2父，还有景邦，但是没有我们其他人。为什么没有你们？你们不是这个时间登的船吗？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说一点点自己的分析。这一艘船，我觉得它不是一艘普普通通的游轮，这一艘船是在带领我们前往一片非常奇特的海域，在这个海域上面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包括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过去的诅咒啊等等，一些过去的对命运的预测。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回到这里，仍然还是延续着一个上一代的故事。好，谢谢萨萨。你现在有怀疑的对象吗？高压电应该是他，对，因为他是负责电的。好，下面我的妈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就先说萨的。萨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哑铃，萨金刚。但是这个哑铃呢，就是这其实不是哑铃，这是凶器。你没仔细看，这是我的牙刷。因为我每天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会把牙刷绑在上面刷牙，因为我的力量。就是他，侦探，你投他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了。你们刚才已经有人承认了，砸脑袋是他。我现在不想承认。而且如果有血迹，也是刷牙刷的牙龈出血。我觉得他有理由多一个疑问，但是，所有都用证据说话。如果上面没有血迹的话，我们就不认为他是这个凶器。你看看，但2公斤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可练的。就是为了怼这个。萨老师，你倒是接呀。但你房间里面这个我是觉得很奇怪，它有一个叫姓英界的萨金刚，这个应该就跟信鸽差不多吧。
这儿有一个磁带，上面写说给父亲11月4号的，但这个给父亲是你的孩子寄给你，还是你要寄给你的父亲？给 father。我才18岁，我有啥孩子寄给？哎呦，一看你这脸呀，我就忘了。然后有2盘磁带，但这个磁带呢是空的，我不知道是被哪一个玩家拿走了，对吧？哦，上得了天钻得了地的快递小哥。有2段啊。父亲，如今我已经闯进了海上钢琴师的决赛。我告诉你，我和你一样，就是弹琴的这块料。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还可以啊。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小时候，我的父亲就是这艘船上的海上钢琴师，也就是此刻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要争夺的那个席位。而我的母亲，当时是这个船的船长。你父亲在什么时间是海上钢琴师？13年前吧。13年前，你父亲是海上钢琴师。是的。爹爹。爹爹，为什么叫我爹爹？弟弟，你有几个？我还说我18岁，别忘了，不要叫我爹爹。你有几个兄弟？你知道吗？你自己知道吗？我小时候我知道，我只有我一个。OK， 好，然后呢？5岁前，我记得我一直练钢琴，但突然到5岁那一年，我父亲跟我说：“你别弹琴了，说你弹琴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不仅如此，连他自己都不弹了，甚至把我从船上带到了岸上，不让我再上船，而且玩命的让我健身，就让你保护。我觉得他是让我要锻炼，要开始锻炼。因为我们有发现他的一段抖音的视频。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所以你爸爸觉得你长大会找打？不，他不是觉得我长大会找打，他是我觉得一定会挨打。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说你不要再练钢琴了，你不是弹钢琴的料，所以我偏要拿一个冠军，然后向父亲证明我是弹钢琴的料。然后第2段咱们可以一块。父亲，那首你碰都不让我碰的曲子《Father and Son》，为什么我不能弹？难道我不是你儿子吗？不允许练什么 Father and Son。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萨，就是为什么你的父亲一直不允许？到了1年前，也就是我17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有这样一个钢琴谱，叫做《父与子》。我就欣喜若狂，我以为是父亲专门为我准备的，我以为终于关上了10几年的钢琴的大门要打开了，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个钢琴谱，我准备把它练好，给父亲一个惊喜。结果父亲发现我练这个钢琴的时候，勃然大怒，你就没有再练了？我就走了，我就离家出走，我就开始正式练钢琴。走的吗？没有，因为我父亲把琴谱拿走了，这就成为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儿。但这首曲子我从小就练。我要早知道，我可能连你一起干掉。哎，我的劲儿，我这劲儿又来了，我这劲儿，哎，把我哑铃给我拿。走，跟你们说过不要在这动手，来，出去打，放，好来。好，可以了。没有，我是想跟兄弟喝一杯，来，兄弟，我们队有烟，干杯。你用这个信鸽下面绑的那个带子给你父亲来回寄磁带是吗？他有收到过吗？没有收到，他也没有回，对不对？不是，没送出去过，这个就没有寄出去，就是相当于你放出去，他又回来了。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是在一片特殊的海域？因为信音也好，信歌也好，他们送信是依靠他们脑海中对地球磁场的感应，他们能够找到方向。但是我放出去的所有的鸽子和鹰子，鹰多吧鹰子？对，我放出去的鸽子和鹰子，都回来了，就感觉跟撞了墙似的。我想问，飞不出去呀？有一个可能，你刚刚说的是一个更玄的可能，说我们整个的案件还跟磁场百慕大进入了一个类似百慕大区，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更简单，有没有可能？这个船以为自己在动，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动，在原地打转。对。我的故事就是这个。好，你的故事还没有完。我们在尸体的旁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酒保的手机，然后这个手机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视频。哎呀，这个视频是什么内容呢？那东西老掉。来，等你捡起来。哎呀，这捡不，哎，够不着了，哎。你起来吧，我帮你捡。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先粗略的看一遍啊。把真会弹扔到了海里，旁边的时钟表明是昨天夜里1点整。然后这个人转过来是撒，所以你练肌肉是吗？哦，来说吧，来说说吧。1点钟你去扔真会弹的时候，他当时活着呢吗？你想想，12点半停过电，他能活着吗？那就不是你干的呀。所以喽，他当时是在哪？就坐在那个椅子上，是昏迷的，这样非常安详。哦，等一下，就那个视频，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当时提到那个酒保，当时也喝醉了，喝断片了。哦，对。所以他左摇右晃的时候，把那个视频拍得非常的稳。然后我觉得最开始觉得这一点非常奇怪，后来我一看手机就明白了，因为他用的是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哎，我跟你说，我这劲儿，我真是。小白，不用着急，后边还有。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么晃的船上，我还可以回头吗？我回头就是知道，尽管这么晃，但他一定能把我拍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因为我还有1张你的照片，我一起问了，就是我在你的房间还有真的房间都发现有特别类似的一本文件夹，一个写的是288，一个写的是 ZBB。288是在他房间里发现的，但是在真的房间里有一个用亚克力的盒子锁起来的文件夹，里面写的 ZBB。ZBB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真爸爸。那288，那可能就是一个赝品，我有猜对吗？好，来说说张二富的事儿。我在张二富的房间里面发现有一个盒子，然后里面装了一把无所不能，是1、2、3、4、5的5，无所不能。那你有用它在船上开过什么人的锁？就是他这个没成功过，反正。妈妈，你现在有怀疑的人吗？我现在比较怀疑萨，然后还有张，我觉得他们俩有地方没有说实话。下面来警报，分享你。好的。摆谱的我搜集了很多。你很针对我呀。确实，因为在之前所有的淘汰赛当中，你都是第1名。有什么？别上劲儿。我在摆谱的房间里面呢，搜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图片，每一条几乎都有2个洞。它因为有一些地方它需要通风，它气流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平时很努力啊，还是你用屁股弹钢琴的？你屁股上长钉子了？就是，咱们还不是一个 level， 所以你理解不了。像我们这种天才弹钢琴是特别费屁股的。就是愿听其详。就是你想，我一天坐在钢琴前面要多长时间？我基本就不磨呀，我这吃饭都在那上面吃。你想，所以他不会，每天他不费呀。每天，你看我一天都在这磨，我从这儿情绪来了，你看刚才我那个表演。所以这个裤子是你的是吧？对，是我的，就是因为只能说他非常努力。对你以为我天才就是天生的吗？不，如果你这么努力，那你不是天才，你是一个普通孩子。难道不能指向他是个努力的孩子吗？要说普通的努力孩子。我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箱子，有一沓照片。11月4号下午3点的时候，他离开过这一艘船。他想离开。照片是什么内容？这上面是提到他就是往北、往南、往西、往东4个方向想离开这个地方，最后晚上7点又回来了。他发现他离开不了这个船，他出不去，跟那个信鸽一样。你去要干嘛？你出去干嘛？我肯定有我自己的理由嘛。当时是什么状态？你出不去？就是我有想尝试出去过，但是你以为是才朝外面滑，结果滑着滑着船又出现了，是吧？你又回来了。对。但我刚才看到这张照片，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直以为我走了半天没有出去，但现在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我是不是回错了？现在这艘船是不是不是我当初上船的那条船？为什么你看到这张照片，你觉得你上了另外一条船？为什么这张照片合影上没有我呢？那不应该没有你和萨呀，你们是完全没有被通知。你有没有离开过这艘船？我没有，一次都没有。我没有。而且他特别想。啊！哇，这个有点吓人。没有，大家注意这个灯的节奏，它是不是摩尔斯密码？几下了？3、4，何止3啊？前面好多下了，好多下了，好多下了。好多下了，应该不是它有规律的吧？它如果没有长短，那就没有规律。有长短。哇，这个没法，这得记。来，没了。它是不是个倒计时？我觉得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谁在控制。谁被困在这个床上了，在求救吗？还是谁在警告我们什么？而且这个停电跟11月8号那天晚上的那1分钟的停电有什么关系吗？你怎么突然跪下了？刚才腿软了，害怕。就是个脑袋在这儿，打乱了我的小思绪。啊，接下来可能要分享一个，还是白普身上的一个，也是有关于跟爸爸的一个秘密。在他房间的冰箱里边发现了一段音频，拿不到第一，活着没意义；拿不到第一，活着没意义。然后他那个点心上写的是，拿不到第一，爸爸伤心，不等你回来。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声音是你自己的吗？是我自己。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来这一趟到底是干嘛的。我就是要拿第一，因为，我父亲其实也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属于半路出道。然后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水准，他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但只有我拿第一的时候，我父亲才会露出一点满意的笑容。所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觉得只有拿第一才能去让我父亲开心。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他高兴的这个时间段越来越少。
可能是因为我参加的这种大赛的级别不太够了，所以我就来了这次海上钢琴师的比赛。然后在出发之前，我父亲给了我一个盒子，我打开之后就自己拼凑了一下，就是你们看到的那句话：拿不到第一，爸爸伤心，不等你回来。我总觉得就是这个不太像说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比赛，而是我们父亲之间的一个比赛。他们当年的故事的延续。然后我就觉得景邦刚才的那个说法有道理，因为你的父亲已经非常优秀，他就是海上钢琴师，而他的父亲在钢琴上没有得到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景说的有可能就真的对，就是父亲之间的较量。当然，就是后来我想了一点，可能在我的世界里面，可能我从小到大我的成长经历，我父亲想跟我说的话就是获得父亲的肯定，就是这句话。你有没有想过，爸爸给你的这个话说的是拿不到第一，爸爸不伤心，等你回来。他现在排列，他自己理解是拿不到第一，爸爸伤心，不等你回来。哦，对对。有没有可能你的爸爸根本没有把那么多的期望强压在你身上，是你自己给的？有没有可能是拿不到第一，爸爸不伤心，等你回来？好，接下来我觉得问题来了，你是谁？我是阿姨。对，你是阿姨。我在你房间里边的床头上发现了一个奖杯，写的是海上钢琴师大赛第1名。但据我所知，你好像不是很会弹钢琴。那这个奖杯是谁的？应该是我爸。是我的丈夫的，也就是他的爸爸的。是他爸？是他爸爸的。我爸爸不是海上钢琴师吗？爹爹，我又当爹爹了。我们俩是双胞胎吗？不是，我的父亲是13年前的海上钢琴师。现在谁的爸爸是海上？就是能说的话，谁的爸爸是曾经是海上钢琴师？我老公是。是，而且时间对一下，咱们对一下时间吧。我记忆中他是5岁前，那应该是13年前的。他是在我儿子1岁的时候拿的海上钢琴师的第1名。17年。是19年前。19年前哦，我是11年前。那在你床头的旁边发现了一个乐谱，每一个乐谱上面有你的一些日记，爱你已久，永生难忘，你回来真好，还是不快乐，让我继续守护你吧。所以你丈夫还在吗？我爸爸不在了，不在了。我爸爸在9年前去世了。是的，就病死在这艘游轮上，你爸爸。然后这个曲谱啊，我要说一下。在我20岁的时候，我在鼓浪屿的这个钢琴博物馆里面碰到了一位男子，他弹钢琴的琴声非常非常的优美。然后我进去一看，发现一个翩翩美少男，一袭白衣坐在钢琴前，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琴声温柔又坚定，当时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子，所以我就对他喊出了啊，何氏。所以从此以后我就管你爸爸叫何氏。我爸爸没有名字的吧？我爸爸名字是你给起的。你爸爸喜欢这个名字。OK。你爸爸之前叫无名氏，所以连姓都改了。然后他的那些乐谱呢，是把我们这些人生中的节点，什么命运的相遇啊什么的，写成了几首歌，写成了曲谱，然后送给了我。然后这上面我不是有写字吗？什么你又回来了，什么什么的，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是命运的一次安排。当我刚上船1周，你们出赛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琴声。我那个琴声一听，我就知道是我的和。然后我去一看，
我就看到了一位翩翩美少男坐在了钢琴前，一袭白衣坐在钢琴前，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身上，他的琴声温柔又坚定。但是我去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白。他是白。对这个事情我记得，但是我也挺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什么？对对对，我是觉得就可以重逢就很好了。妈妈，我发现她有一个那个诊断报告，上面写她得了一种病，叫黯然失神症晚期了。虽然不影响记忆，但是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经常出现误认错认的情况。就是妈妈。哦，妈妈得这个病是因为挚爱离世，也就是9年前何氏去世了。另外，何船长就是你要珍惜你的妈妈了，她目前无药可治，保持良好情绪，她还有5年的时光。妈妈。这个东西是找医务室让他去给我做检查，但是这个检查报告我自己还没有看到过。我觉得妈妈可能会把他误认为何氏，对不对？对。紧接着呢，我觉得这个证据不知道足不足以可以让妈妈把你的手套给摘下来。就是我在六日酒吧的旁边一个失物的一个招领告示上发现了一个照片，这个是真会弹，拉开之后有一个手。我可以配合您，有拍到这个视频。哦，有拍到这个手机其实就是九保捡到的这个手机。真会弹在吃奥利奥，然后他喜欢吃奥利奥。他拿这个在自拍的时候，有一个手入镜，在他的杯子里倒了东西。这个手上有一个胎记。好吧。确实是我有胎记。这个倒东西的这只手是右手啊？他在自拍，他这个是个镜像，等于他拍的是个反的。所以这个毒是你下的吗？是那个珍珠吗？是这个海洋什么珍珠丸吗？还有一段是张二的。我很厉害的原创曲子，总决赛你弹那首曲子肯定可以拿第一。如果弹这首曲子，我肯定能打第一，但是爸爸不会同意我弹的。你说那曲子是不是就是Father and Son？ Father and Son 是跟谁在说话？这是我跟咱们船上那个大副的一次对话。可是这个手机是真？对，我不知道这个对话为什么会在真的手机上。真给偷录了。所以真才玩命的要找这个谱子，或者是去练这个曲子，就是他想拿第一。也就是说，真并没有在之前就知道《Father and Son》这首歌，他有可能是听到你跟大副的对话之后，他才想要去搞这个曲子。可是为什么你父亲的歌，你父亲不让你弹呢？就是这首曲子非常的棒，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私人的情感意义跟故事。你怀疑谁？我现在有点怀疑妈妈，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不确定自己记忆的人，而且。小伙子长得那么帅，看人眼光不太好哦。好，下面来，白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发现。我先问一下警帮吧，你针对我？那必须的。就在你的房间里面，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孩儿，然后跟着一个，这应该是他爸，然后非常开心吃着一个钢琴棉花糖。钢琴棉花糖？
我想问一下，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童年最痛的一个画面，在旁边很落寞、很渴望父爱的那个小孩是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我爸爸抱着那个人就是我的哥哥。我爸爸是一个特别偏心的一个爸爸，我爸爸是我跟我哥哥的全部，我们两个都受他影响很深，所以我们都爱上了钢琴。但是每一次弹钢琴的时候呢，我爸爸总是会先抱起我哥，手把手的教。弹高兴了呢，还会给他吃一些钢琴棉花糖。钢琴棉花糖，但是从来没有给我吃过，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很渴望父爱。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比哥哥更优秀的一个钢琴师。然后这一点为什么我要先问景呢？就是因为我在张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个钢琴棉花糖，他的糖里面都塞了一个药丸，所以想问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你的哥哥是跟你一直在一起吗？我的哥哥在我9岁之前一直跟我在一起。我9岁的那一年，在甲板上，我跟我哥哥共同遭遇了一个海上风暴，然后呢，我就很下意识的就抓住了一个救生圈。这个时候，爸爸出现了。爸爸从我的全世界路过，直接去抱起了哥哥，回到了舱内，而我被那个风无情的吹下了海里。你确定你爸爸看见你了吗？看见我了。我爸爸从小到大永远都是这样，无视你的存在，无视我的存在。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次子，我就是一个不被疼爱的一个小透明。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的吃的、好吃的给哥哥，好玩的给哥哥，弹琴也是抱着哥哥，弹琴也是抱着哥哥。而且我爸爸嘴里边下一个肖邦永远不是我，是我的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只是因为经过那次海上暴风之后，我被冲到了鼓浪屿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钢琴岛上，被一个姓景氏的人家给救了。这一家人对我非常好，视如己出，于是我就改了姓，叫做景。我对音乐、对于钢琴、对于肖邦仍然执着着，对我的爸爸的爱仍然执着着。鼓浪屿刚才张二夫经过那次海上暴风之后，我就很想回到这个船上。我有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要比哥哥强，而且我才是下一个肖邦。但是很无奈的是，这一家人非常穷，就算是他砸锅卖铁，他也买不起我可以登上这个船的那个船票。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海上钢琴师的比赛。我还正想问一下，这个照片是在景邦的房间里面发现的，但是他拍的是张二富的房门，有拍到张二富和一个人搂着一起走过去，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这是你拍到的，对不对？没错，这是我拍到的。你拍到的，你认识那个人是你的父亲。登上船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了我印象当中当年爸爸跟哥哥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一层8192。当我在房间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穿着非常帅的制服的，鼻子上有一颗痣的帅哥，旁边那个可能是我爸爸，因为我的哥哥鼻子上有一颗痣。这个痣画得非常的清楚。在我就要跟他们相认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从我的全世界又路过。所以我拍下了这个照片，我没有认他们。他们可能也没有认
出你啊，因为你很多年没有是，我也在想，说或许我在他们的世界里边已经消失了11年了。终于找到你了，爹爹。在我的认知里边，小的时候我弟弟身体倍儿棒，我吃糖的原因是我有病，他那个糖里面塞满了药丸，就是从小我爸就告诉我说吃早药丸。还有一个箱子，就是刚才我们找到的。对。啊，这里有一个箱子，藏在这些东西后边了。只给最爱的小三儿。就是这首歌写着“只给最爱的小三”，不光有兄弟两个嘛，还有小三是。不是这个，因为弟弟真正的名字就是他，因为他肯定我们是兄弟嘛。我张二富，他真正名字叫张三儿。哦，老二叫小三。而且我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富跟我说父亲有这首曲谱我不去用了，就是因为风暴那件事情，弟弟失踪了，就是爸爸是一夜白头，然后之后没日没夜的写了一首专门给弟弟的歌，就是我认为这样的情感是我不能去碰的，而且这首歌的前奏是弟弟小时候哼出来的，就是他无意间哼了一个小孩的旋律，爸爸把他在弟弟失踪之后把这首歌给完成了，是属于他们尘封的一个回忆。这个箱子就是它里面是空的，然后而且是打开的，锁是开的。我想问一下张二富，这个箱子里面是不是原来放着这个曲谱？对。是不是被人偷了？对。OK。什么时候被偷的呢？3天前，11月5号。对对对，3天前。哎，张爸爸。不是真爸爸，是张爸爸。目前我们知道呢，《Father and Son》这首歌曲从张和景的故事里面是他们的父亲写给童年的时候被风暴吹走的儿子的歌，而这首歌呢一直藏在他的箱子里，直到10月5号的时候被偷走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为什么张爸爸的这个曲谱会出现在甄会谈的房间里面。估计就是被真偷了。真的房间里有一个锁好的 ZBB， 丧的房间里一个还没来得及锁的一个288，他想拿这288去换 ZBB。OK， 好。来吧，张二富来讲，来。我觉得就是还是从那个案发的时间线上去梳理一下，在那个酒吧的调酒师的手机上发现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拍到了0点20的时候，在酒楼的甲板上有人高高的举起重物打了一下，但是这个人没有回头。这个人是你吗，警帮？警帮是你吗？是我。他那会儿是清醒的吗？我没注意，因为我当时也是很紧张。他在干嘛？他躺在那儿还是坐在那儿？在椅子上。在椅子上。我想请问你，你砸了他之后，你有把他搬动吗？比如说搬到椅子上？没有，没有，对不对？我砸完之后，我马上跑了。所以现在的就是他最后的目击记录，首先是23点20在酒吧，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活着，而且自拍，还在吃奥利奥，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是他未遂了，没有他送了他没吃，然后下一次的目击就是在0点20，景打了他，然后根据推理，你们认为0点30断电是断电了他。你能不能讲讲这事儿啊？因为你那儿发现了超级的电流装置，你能不能说说呀？超级电流装置，
啊，就是我干的呀，是我垫的。怎么弄的？你就是直接，我就把那电绑在他那个椅子上了，椅子下边，然后就通了电之后，他就电死了。就是在0点30分是吗？在0点30分。OK。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我怎么可以输给他们4个3流选手？然后他有连续的4张照片，他的手都成这个状态。我就想问一句，你今天给我们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作弊了？作没作弊你看不出来吗？他手都在这儿了，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这里有鸡爪粉的这个包装，在白的房间发现的鸡爪粉，若手部触碰此粉，则关节迅速变僵硬，永远无药可治。就是你现在还是鸡爪症的患者，你是不能弹钢琴的。也不是说不能吧，但是肯定不灵活了。对，这也是我之所以在4号想逃离这艘船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比赛了。在我之前的比赛过程中，秒你们那分分钟的事儿，但是这个手成这样之后，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我拿不了第1，回去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父亲，那我不如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我就逃离这个比赛，然后就不参加，那不比就不会输嘛。这个鸡爪粉是你在哪里发现的？我在真的房间发现。OK， 好，气死我了！我这是什么？我这是被上帝亲吻过的手。我这是世界上最快的手，现在成什么了？你这动作怎么是世界上最快的手？然后我们在就是啪啪啦的房间里边找到一个信息记录，他问一个没毛病医生说，如果是中了鸡爪粉还能恢复吗？为什么你会帮他问这个鸡爪粉的解决？我是发现他最近几天练琴有问题，然后我一听就觉得他不是心理上的问题，他一听就是这个硬件的问题。那你还给人家送盒饭，里边放俩大鸡爪？这是你送的？对，我送的。这是你。我这个手已经变成鸡爪了，然后他又送了一个可乐，那鸡爪真可乐。就是我们这帮老姐妹的这个群里面都会有那种养生的文章，以形补形啊，我就特地给你做的这个。我还准备问你，我的百事有你才快乐，你的小魔仙，我后来刚才听到，就是你那4个乐谱上面写，他管你叫啪啪啦小魔仙，所以你是带着送给何氏，就是你先生的这个心情去照顾的他。是的，然后我就想嘛，他这个手肯定是出问题了，我就猜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有谁给他动过手脚？因为你们不是每一次弹完我都会点评嘛，然后我每一次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非常高，然后真一直是不服气的，态度很嚣张，所以我觉得是真。然后后来我就偷偷拿了这个钥匙，我就第一个目标我就去了真的房间去搜他有什么东西，然后我是在真那儿搜到了这个鸡爪粉的。接下来这个微信记录，好好休养，恢复到满足基本生活还是有可能，但是力量度、灵活度、精巧度都会大打折扣。这里面有2个声音，背景声是关于深海珍珠丸，对，然后那个表层声音是关于鸡爪粉。你在问的同时，真正在没毛病那儿，同时也在问他一个问题，就他过敏，排除过敏，所以在他手机里他是知道的，所以他买的深海珍珠丸，这是他买的动机，所以啪啪啦的动机是出来了的。在真会弹的手机里有一个和警方的对话，是一个视频。
甄慧团对他说：“你要的东西在我这，你还不来找我，是一把钥匙。”这个甲板很陡，但是我用拍视频超级防抖的 OPPO Reno 2拍得够清楚了吧？我来解释一下。首先对于我来讲，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就是和我爸爸相认。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最重要的这一个唯一可以跟我父亲相认的项链，我找不到了。于是我收到了真的视频。他说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而且我已经知道你是张三这件事情。于是他给我发来了一个要挟，而他回应了一个截屏，是跟白的一段对话。白写的是这真是被上帝亲吻过的手，类似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他给白留了一个言，说我晚上去拜访你。然后白说千万不要带任何礼物，真的啥礼物都不要带，特别不要带贵重的礼物。然后景邦回复他说啥都不带，你放心。这段对话什么意思？你是想帮真毁掉他的手吗？鸡爪粉的礼物是你带过去的，对不对？你带了什么东西给白？你们中间有恩怨，不要在这儿打，出去再打。没有，小白一激动，鸡爪好了，鸡爪好了。他说让我必须帮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鸡爪粉想办法放到白普日常生活当中的用品里。所以不是你我非常提供的鸡爪粉，而是你下的毒。对，我只是一个道具。哎呀，然后我接着说跟白去讨论音乐上的知识，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鸡爪粉下到了一个名叫“被上帝吻过”的手膜上，然后我拍了照片，把那个手膜圈出来发给了他。快给道个歉吧。哎，你劲儿控制一下。那你但是他最后也没把这项链还给你是吗？应该是他不还给你，所以你想干掉他。我们先再把时间线梳理一下。首先第一点，在23点20分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手机里面留下了一个草稿，中间提到前不久我刚刚掉到了水里，被水手捞了上来，我现在浑身湿漉漉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中间10点30到23点20。这句话有2个可能性，一个证明他10点半真的去赴了约，喝了酒，而且喝得很快，喝得很醉，然后失足掉到了海里，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是给10点半通电这件事情增加一个可能，就是浑身湿漉漉的更容易导电，那更容易受伤害，这是2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去赴约，我们就初步判断他10点半的时候去喝了酒，然后23点20分的时候，啪啪啦给他下了毒，但是因为他只买了1瓶，这一瓶里面又只有10颗，而且这个杯子里面的10颗药丸都在，啪啪啦是不是可以？我觉得可以排除，对吧？所以现在唯一一个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撒谎的人是啪啪啦，你已经不是凶手了。好，现在啪啪啦安全了。好，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去打他的时候，一定有人还做了什么，才让他乖乖地躺在椅子上被打。因为如果他是之前醉了的话，他23点20分不可能还在那很清晰的在那录自己吃奥利奥。所以我想问一下白，你是几点动的手？因为你的手帕上是有24小时晕眩的迷人的药有用过的痕迹，而且那个手帕就在现场。我是用过。你用的时候，他人在哪？人在甲板上嘛。你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是我拿那个迷药，先给他迷晕，然后捂死他。啊？你迷晕了之后，为什么没有直接捂死他？
你还是你他没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捂了他对吗？我肯定是捂了他了，我肯定是往死的那个方向走。你怎么确定他没死呢？我不知道。然后呢，有一种可能是被警方砸死的。他砸死完了之后呢，那个人躺在椅子上，张二副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又电了他一次。然后呢，他依然还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呢，萨金刚又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又给他扔了一次。所以这3个也都有可能。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我非常非常好奇。其实一开始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到我这里来认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我可以先说，我来认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在我0点20剁完手之后，我发现我的音符摆设掉漆了啊，我的杀人证据留在现场啊，你觉得躲不过了？我躲不过了。我回头发现有人拍到我的视频了，那我是因为我的手帕我知道我丢了，然后我回去找过。是这样的。现在呢，妈妈的动机很简单，因为她要保护她心中的和氏。她发现这个甄慧潭对她下了毒，所以她要为她报仇。她的理由一样。对，我的职业生涯毁了。你的动机是因为你发现你爸爸的那个曲谱在他那儿，你嫉妒。差不多。在警方的房间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语音复读机，它这里面有个磁带，我们来听一下里面的声音。好，解释一下声音。首先是警方在房间里面哼《父亲》这首歌。首先，这首歌是我哼的。我在94年开始创造这个歌曲，但是我只写了前面四个小段落。就是他哼的这个就是 Father and Son 的开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在他的这4个小节上写出来的这首歌。这时候有人敲门，门打开的时候，隐约传来音乐。哒啦哒哒哒啦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哒哒哒哒。好，请解释一下，谁来找你了？你在哼歌的时候，在这个音频里边，后面的那个声音跟那个敲门声，我是不知道的。这是在你房间的复读机里面录下的声音啊？我不知道。好，第2轮2搜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帮我几个忙。一个，求救信号是谁发的？第2，为什么这艘船出不去？第3，到底有几首《Father and Son》这首歌？你们俩已知是同一个父亲，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爸的谈法一模一样？而你的父亲是一直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我的父亲是在9年前已经去世了的。你跟我到底什么关系？而你的父亲又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吗？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到底是3个父亲，还是1个父亲的孩子有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去找一找。好了，我去投票了。现在我唯一相信的是我的妈妈，我会在你们4个当中投一个。如果你信任我，投小白。凭我目前的判断，投小白。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绝对不是他，投他。我觉得现在啪啪啦肯定不是，扔到水里那个应该也不是，白谱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是砸，或者是电。
我凭直觉吧。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猜猜谁是真凶？惊喜福利抖不停，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快下载抖音 APP， 一起来探案吧！太多的疑点，所有的人都得仔细对一下，这个人他有恃无恐，这些全是这个人一步步引导我们的。那个房间门口有一滴血，我在等一个可以证明我去杀人的一个证人。知道他海水不耐受的只有帕帕拉。你确定这个跟你没关系？你怎么知道这个？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拜托你编得清楚一点。你承不承认那个是你摆拍的？我什么都不记得。这个你认吗？我真不知道这个。要么就赶紧说，要么就继续撒谎。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疯了，真的是。很明确的杀人动机。不，只有我一个人。如果你都没有杀人的话，这个人更不可能是我杀的。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另有操盘者的这样一个局？也许这个时间根本就是错乱了。快点派人来救我！我是鼓浪屿号游轮的船长。我是这个船的船长啊。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